嗨，大家好。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促进健康长寿的蔬食。可能在过去一阵子，大家也许会在电视上或网络上看到很多欧洲的年轻人他们在抗议，然后手上面拿着牌子写 "You'll die of old age, we'll die of climate change"，还有押韵，对不对？就是你们将死于衰老，我们将死于气候变迁。那我想这个是现在面临很大的问题，我们面临了走向极高龄的一个社会，那很多人可能会有非常多的疾病缠身，即便寿命可以延长，但是如果没有办法活得很健康，而需要靠很多其他的支持，甚至用掉很多医疗跟社会的资源，或许我们也会活得很不快乐。可是有没有一个解决的方式，可以让你们不要死于衰老，我们不要死于气候变迁？那我想素食大概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其实早在2005年，国家地理杂志就做了一个这样非常有趣的报道，"The Secrets of Living Longer"，也就是长寿的秘诀。那这个记者Dan Buettner，他是一个国家地理杂志的探险家，那就去拜访了全世界3个最长寿的地方，包括日本的 Okinawa、意大利的 Sardinia 跟美国加州的 Loma Linda，然后去拜访那些已经年纪超过100岁却还是活得非常健康的人，去了解他们到底是做了哪些事情，让他们可以这么的健康长寿。那日本的 Okinawa 跟意大利的 Sardinia 呢，当然他们是传统以来就有很长寿的一个文化，所以或许在他们的基因，在他们的生活环境呢，都是有这个促进长寿的一个特点。但是美国加州其实跟我们现代人很像，他们是一个开发过后的地方，所以不像 Sardinia， 它是在山上，那边的水质、那边的环境可能都很好。那3个地方都有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等一下我会分享。不过令人难过的是 ，Okinawa 跟 Sardinia 他们长寿的这个状况已经慢慢在消失。这个其实只有在他们老一辈，但是在美国加州 Loma Linda 的地方呢，他们的长寿还是可以不断的持续。那这是为什么呢？等一下我们也会进一步的说明。那在访问这个加州的这个 Seventh Day Adventist Group，他们其实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团体，台湾就是那个台安医院体系的这个基督复临安息会。那在那边有非常多年纪虽然已经很大，但是却极度健康，健康到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人。像左边这个Frank Shearer，他其实在这一天冲浪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他年纪是多大吗？其实那天刚好是他100岁的生日，但是他还是可以这么健康的去做这么有挑战性的一个水上活动。那右边这个 Marge Jatan 呢，他那个 Dan Buettner 去访问他的时候，其实他也已经100多岁了，可是他每天仍然都是这么努力的活着。他在5个不同的地方当志工，然后他从30几岁就开始吃素，也是因为他们相信，因为身体的健康才能让灵魂更健康。那他们觉得说，身体其实是一个灵魂居住的地方，那灵魂是神圣的，所以他们其实是有一个很强的宗教背景在支持，就是去活得更健康这一件事情。那他们也觉得说自己要活得健康，才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那这个是 Dr. Ellsworth Wareham， 他也是这个基督复临安息会的一个教友。那他本身是一个心脏外科医师，那你可以看到他就是开刀开到95岁，帮别人开刀，不是自己去开刀，开到95岁，头脑仍然非常的清楚，手完全不会抖，而且他是长期的纯素者。前面这2位其实也是 Marge Jatan， 大概30几岁就开始吃素。那他其实他属于一个半退休状态，但是到
几岁，他仍然每个礼拜工作是3天，然后3天是在这个医院里面去做心脏外科的一个工作，然后他每个礼拜大概花10个小时的时间在种他的花园这样子。所以从国家地理杂志呢访问了3个非常长寿的一个地方，归纳出几个原因。当然第一个就是好的基因，再来就是好的习惯，然后呢这个健康的生活形态。健康的生活形态本身可能就是在除了基因以外呢，可以让我们大概多活10年左右。那这个研究其实是从这个基督复临安息会的研究出来的。那健康长寿的共同点就是不抽烟，重视家庭，然后还有多运动多活动。与其就是开车骑机车，他们有可能是走路或骑脚踏车。然后与社会的连结很重要，那大家一起为社会做有意义的事情，跟社会有很好的连接。那最后一点呢，也是大家共同拥有的，就是 plant-based diets， 也就是植物性的饮食。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在日本的 Okinawa 跟意大利的 Sardinia， 他们慢慢开始失去这种长寿的健康的优势，就是因为他们的饮食慢慢的已经背离了植物性饮食，不像他们的爷爷奶奶，他们已经开始吃比较多的西化的饮食，所以他们的肥胖开始增加，那他们的这种各种慢性病也就随之而来。所以其实植物性饮食对我们的健康长寿是非常非常基础且重要的。6个世代的大型追踪研究发现，其实呢低的这个肉类的摄取呢是比较能够发现是可以降低死亡率的。那其中2个研究也发现说呢，吃素越长的时间死亡率越低。那这个保护效果大概持续到90岁，到90岁以后还要能够预防长寿，大概多少你要有这个基因，不单单只是饮食而已。有一个研究呢就去整理了很多不同食物到底多能够预测老年族群呢的存活，结果发现预测力最强的其实是豆类。那这个豆类呢不只是只有黄豆，而是所谓的这种淀粉质的豆类，像红豆、绿豆、鹰嘴豆、小扁豆、花豆这一些。那这一些呢也是我们在台湾其实比较不常吃，可是对素食呢却是一个很好的食物。从以前到现在的许多的生理机制跟观察型的研究，那他们做的这样子的一个整理，发现说一个健康长寿的饮食呢，当然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特质跟健康状况去设计。那但是整体来说呢这个饮食应该是以45%到60% 的热量是来自于碳水化合物，那蛋白质大部分都要是植物性的，占总量热量大概10到15%，那脂肪呢大概是25到35%，也大部分都必须要是植物性的。好，那他们里面还有一个蛮有趣的就是进食时间大概控制在11到12小时之内，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早上6点吃早餐，可能你的晚餐要在5、6点以前结束。那我们可以在这里发现就是说呢所谓的这种动物性脂肪，然后过高的糖还有动物性蛋白，其实都是会加速老化的。好，那关于这个进食的时间，有人就要想说那过午不食好吗？过午不食不就更把那个时间缩短在甚至只有6小时或8小时以内呢？其实过午不食也是一种间歇性断食的方法。那有几点要注意，就是当你过午不食，你可能只有吃2餐的时候，那你要确定你需要的热量你需要的营养必须在原来3餐的时候在2餐就把它全部吃进去。如果过午不食是你的热量跟营养是减少了1/3，那可能营养上会有很大的问题。尤其呢健康长寿的饮食必须要是有足够的营养。现在气候变迁这么的严重的情况下，其实那个乳牛是反刍动物，是很容易生产过多的这种暖化气体的。所以我们是可以从其他的地方来摄取钙质。那在不喝牛奶的情况之下，我们特别需要注意钙质的摄取。
那我们如果是不喝牛奶又不吃蛋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全食物的蔬食，也就是现在社区常常在推的21天呢，其实是全部都是以植物性的，但是呢，要以这个非精制类的，也就是可能我们不太去用那种加工精致的油，不太去吃很多就是精致的谷物，而是要吃这种全谷豆类。然后很多新鲜的蔬菜水果，那甚至呢，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点油，但是呢，尽量是从坚果种子这一些好的油来。此外呢，还要多用一些各种的辛香料，因为它们的抗氧化成分是非常高的。其实呢，无论是动物性还是植物性，都可以有很丰硕的蛋白质来源。那先前在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呢，他们建议就是以植物性蛋白来取代动物性蛋白，尤其是加工的红肉，这样子其实反而可以降低这个死亡率。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我们吃植物性饮食的时候，我们要吃到足够的蛋白质。那我们可以从哪里得到蛋白质呢？其实大部分的黄豆类，像豆腐、豆干、豆皮，甚至豆浆。那还有一些很多的其他的豆类，像鹰嘴豆，像其他我刚刚讲的这些 legume 这些豆类都是很不错的蛋白质。一份的黄豆大概有7克的一个蛋白质，所以你每天大概要吃几份？可能有的人以为他一餐吃这样子1块，甚至他一天只有吃1块其实是不够的但是建议大家每一餐至少要2份那假如说我们要用这种红豆、绿豆、花豆来取代黄豆呢，大概就是半杯或这个半碗左右。那另外一个要注意的植物性饮食呢，就是说维他命 B12，我想这个很多人都很重要，但是无论再怎么的讲，我一直都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其实大家对维生素 B12的不了解维他命 B12的缺乏会造成贫血跟神经性的伤害，那它也会增加一种物质叫做 homocysteine， 那累积久了呢会造成心血管疾病。那因为神经性的伤害也会影响到失智，所以这个对年纪大的人还蛮重要的。以往我多多少少会听到有一些老人家然后他们可能开始变得有点神志不清楚，结果呢其实发现可能缺乏 B12 补充下去之后，他好像就比较慢慢恢复。可是我必须要说并不是都一定可以恢复，因为B12 造成的神经性伤害有可能是永久的，所以有可能是无法复原的。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吃素非常的好，但是 B12 要很注意。那北美洲的素食者，像刚刚让大家看那个长寿的那些人他们没有 B12 的问题，因为太多食物都有添加跟强化 B12。在美国豆奶、杏仁奶、米奶、早餐谷片，全部一大堆食物都添加 B12，所以他们的 B12 营养状况是比荤食者还要好的。可是台湾的很多素食者，尤其是长期吃素都有 B12 不足的问题，甚至是奶蛋素，因为你没有吃很大量，而且近期也有研究发现，像奶类的 B12，它的吸收率其实没有那么的好。其实最可靠的呢，应该还是要直接吃补充剂。那 B12 是细菌发酵的，所以它不是从肉类萃取的。那先前的研究也发现说，如果我们用一些强化 B12 的食物或牙膏，也是一个不错的来源。那很多人呢都会认为说这个营养酵母啤酒酵母有 B12，其实台湾大部分的啤酒酵母是没有 B12 的它有强化过 B12 的营养酵母才会有。那我们如果在选择 B12 补充剂的时候呢，大部分的人可以选择一个最稳定的，就是这种 cyanocobalamin 的形式那只有一种人可能要避免，就是如果你肾功能不好的人这时候如果你选择 cyanocobalamin 呢，可能这个 cyanide 呢它是没有办法排泄的那久了研究发现可能会提高中风的风险，所以如果有肾功能不佳的可能要买稍微贵一点的 methylcobalamin 或 hydroxycobalamin。素食者要吃高钙的食物，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就是可以从豆腐，那像我的实验室，我们常常有时候自己就会做豆花，然后我们是买那种
钙质直接来做豆化，不是用那种镁，有的豆腐它会是用那个盐卤的，那主要是镁，钙是很低的，那种豆腐就没有办法补充钙质，所以我们都是买钙的凝固剂。现在有一些豆浆或者是植物奶也有强化钙质，量大概跟牛奶差不多，对素食者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来源。那很多深绿色的蔬菜还有黑芝麻都是。那其实豆腐的吸收率大概跟牛奶差不多，大概32%。维生素 D 的部分呢，老年人其实要靠照太阳很不容易，因为你皮肤生产维他命 D 的能力已经大幅的降低了。那食物来源其实荤食跟素食者都缺，一个可能的来源就是晒过太阳的香菇，真的要让维生素 D 有明显的上升，有可能呢需要去做一个补充剂的一个介入。那很多的资讯当然就是呢可能也没办法今天一一跟大家讲解，不过大家可以去追踪我们的脸书，然后我们的学会的网站也有很多食谱呢是针对素食者的营养需求去做设计。那此外我们也有做一些动画还有学习影片可以给大家参考。那最后呢再回到气候变迁，这个是2019年在 CNN 的上面的一个报道。这个其实是在格陵兰，那几百年来呢，这些可爱的狗狗们，他们是拉着雪橇在雪地进行奔跑的。可是第一次他们是跑在水里，因为气候变迁非常的严重，因此呢格陵兰的冰已经融化，那我们也有很多极端气候的一个发生，所以其实蔬食现在来讲不只能够对大家的健康有帮助，其实对气候呢跟全人类的福祉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个是我几年前去意大利开会的时候在公车上面拍到的，有一只鸡，然后他就说 To you it's only a taste, to her it's life itself， 就是对你来说那可能只是短暂的一个口感，可是对他这是他的生命。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